一个幸福的4口之家一夜之间遭遇变故，除了小女儿在外地读书幸免于难，夫妻2人和大儿子都在家中被害。现场除了遗失一个保险箱和留下几颗弹壳外，没有其他线索。此案是当地历史上第1起3重谋杀案，凶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阿黛尔3重谋杀案。哥伦比亚是肯塔基州阿黛尔县的县治，这是一个人口仅为4000人的农业市。这里大部分家庭从事牲畜饲养和乳制品生产的工作，他们关系紧密，很多人都互相认识。约瑟夫和贝斯夫妇经营着当地唯一一家兽医诊所，他们非常有爱心，在为市民提供有偿服务的同时，也会救助各种小动物。对于一个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自于饲养业的小城来说，兽医不可或缺，因此约瑟夫和贝斯受到人们的爱戴。夫妻2人和贝斯第1次婚姻的2个孩子丹尼斯和梅格生活在一起，他们的房子就在诊所旁边，一家4口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但就在1993年2月26日，一切发生了改变。这天早上8点多，诊所的一名员工辛迪来到诊所上班时，发现约瑟夫和贝斯都不在诊所，于是辛迪来到他们诊所旁边的家，门是虚掩的。辛迪叫了几声，见没有反应，便轻轻推开了门。没走几步，他就看到了可怕的事。约瑟夫趴在1楼的沙发旁，身上满是鲜红。辛迪吓得立刻跑出房子并报了警。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是杰夫·汉考克，他进入房子后先看到了趴在地上的约瑟夫。约瑟夫身中数枪，早已没有了呼吸。接着杰夫来到2楼，他发现事情比想象的更糟。除了约瑟夫外，贝斯也在主卧遇害，他穿着睡衣躺在床边。而他们的儿子丹尼斯更惨，他只穿了条灰色短裤，上身赤裸地趴在地上，背部和头部有明显的枪伤，看起来他是刚从浴室出来。哥伦比亚市从建市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3重谋杀案。杰夫请求增援后，开始在现场收集线索。他发现主卧的地上有多个弹壳，墙上和门上还有几个弹孔，丹尼斯的身边弹壳数量更多，并且丹尼斯在中弹后还爬行了一小段距离。从他们的衣着可以看出，约瑟夫应该已经起床一段时间，贝斯和丹尼斯则刚刚起床，所以他们的遇害时间应该是清晨的某个时候。在其他警员陆续赶来后，他们对整个房子进行了仔细的搜索，现场没有找到凶器，房子的前后门和窗户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家具也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，看上去凶手目的明确，下手果断，并且可能是熟人作案。约瑟夫·维尔尼茨1942年10月15日出生于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。他从小喜欢小动物，并热衷于将这一爱好当作事业。他在列克星顿开了一家诊所。20多岁时，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并育有一个儿子。1979年，他遇到了比他小10岁的贝斯。贝斯也离过婚，还带着2个孩子，当时是诊所的实习助理。他们因为有着共同爱好而越走越近，很快2人便结了婚。约瑟夫的孩子跟着他的前妻生活，贝斯的2个孩子则跟着他们一起生活。1981年，一家人从列克星顿搬到了哥伦比亚。没有人会想到，如此善良富有爱心的一家人会遭遇这样的事情。警方对尸体发现者辛迪进行了询问。辛迪在来上班之前一直和家人在一起，他的嫌疑首先被排除。辛迪描述了事件的经过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辛迪还提到丹尼斯有一个妹妹梅格在外地读书。由于这是一起家族谋杀案，警方希望能尽快找到梅格，以确保她的安全。梅格当时18岁，就读于列克星顿的肯塔基大学。警方当天就找到了她。当她听说家人的噩耗时，放声大哭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。警方询问梅格，她的家里最近发生过什么，是否可以想到家人有什么仇人。梅格说，前2天她曾回过家，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餐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接着警方询问梅格当天在哪里。梅格说，她和她的男友兰迪一起在朋友家打牌，2位朋友分别是威廉和他的妻子雷吉娜。梅格还说，
继父和母亲都是善良的人，他们从不与人结怨。不过最近好像跟他们的房客有些矛盾。房客是一对中年夫妇，名叫戴夫和布伦达，他们住在诊所后面的一间小屋里。约瑟夫没有向他们收租金，作为交换条件，让他们为诊所做一些打扫、除草之类的杂活。但布伦达对此似乎不太满意，他希望除了免租外，还能得到一些报酬，这让约瑟夫很生气。于是他向夫妇两人开出一张$1800的房租账单。最终两人因无力支付租金而申请了个人破产，不久后便搬离了小屋。在警方看来，这确实可能成为杀人动机。在案发后的第4天，警方找到了戴夫和布伦达。戴夫告诉警方，他们对约瑟夫一家没有怨恨，提出想要报酬也是因为生活所迫。尽管那$1800的账单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不过整件事情约瑟夫没有做错什么，错的是他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。他们确实穷，但绝不会做出杀人的勾当。当警方问及他们案发当天在哪儿时，戴夫说他们在印第安纳州，那里距离案发现场超过200公里，而且戴夫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，每天早上6点就要上班。警方在证实了夫妻两人的情况后，排除了他们的嫌疑。案发后的第3天，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3名受害者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射杀。约瑟夫和丹尼斯是背后中弹，而贝斯则是正面。3人的死亡时间非常接近，都是在凌晨4点到5点左右。凶器是同一把武器，装填的是9毫米的子弹，一共射击了17次，中途换过1次弹夹。由于17发子弹均是从同一把凶器中射出，据此推断，凶手只有1人。凶案发生后1周，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令人振奋的消息。恐惧在小城中蔓延，居民们人人自危，他们担心这样的事会随时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警方比居民们更希望尽快找到凶手，他们开始考虑受害者从事的行业。兽医在这里确实非常重要，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，因为他们救不了所有的动物。那这些动物的主人会不会对此不满？警方的猜测得到了辛迪的证实。无论约瑟夫和贝斯多么尽力，总会有一些动物无法治疗。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但也有例外。在案发前不久就发生过一件事，一个叫杰瑞的人带着他的宠物狗来到诊所治疗眼睛，但最终他的爱犬还是失明了。为此，杰瑞和约瑟夫起了争执，并拒绝支付任何费用。警方很快找到了杰瑞。杰瑞告诉警方，他的爱犬陪伴了他14年，爱犬的失明让他感到非常难过，所以当时很激动。他也承认，直到现在他还恨着约瑟夫，但他还不至于为此杀人。在审问中，杰瑞说，案发当天他一直在家里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可以为他作证。之后，警方确认了他的不在场证明，并排除了他的嫌疑。就在调查工作停滞不前时，来自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电话让警方有了新的方向。他们接受了梅根的委托，对房产进行了估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主卧壁橱的地板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凹痕。根据经验判断，原本那里可能放着一个保险箱。放在主卧里并且藏得如此隐蔽的保险箱，通常会放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比如各种证书证件、保险单据、现金等等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保险箱里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凶手的动机。换句话说，凶手知道保险箱在哪儿，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嫌疑人范围一下子变得很小。对此，警方想到了2个人，那就是一家4口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格和约瑟夫的儿子埃里克。警方一方面将保险箱的大小通过媒体向民众公布，另一方面分别找到了梅格和埃里克。当埃里克接受询问时，他对事件感到震惊。埃里克当然知道警方来找他的原因，他告诉警方，他和约瑟夫的关系非常疏远，在他看来是父亲抛弃了他和母亲。用他的话说，他的父亲就像打了一个响指就消失了一般，他恨自己的父亲。在谈话中，警方了解到埃里克早已和约瑟夫断了联系，但当警方告诉他约瑟夫在遗嘱中给他留了 25% 的份额时，埃里克感到难以置信。
他以为父亲早就将他抛之脑后，没想到10多年没见过面的父亲竟然还想着他。埃里克沉默片刻后开始哭泣。如果埃里克和约瑟夫没有关系，那他应该不会知道保险箱在哪儿。如果埃里克认为父亲早就忘了他，那杀害父亲一家对他也毫无意义。但是警方不能以埃里克的一面之词来下结论，因此他们问埃里克案发时在哪儿。他说那天晚上他下班后在同事家过的夜，他整晚都在列克星顿。埃里克的同事证实了这一说法，警方相信埃里克确实与此案无关。接着警方再次走访了梅格和他的朋友们，询问梅格和他父母的关系以及有关他的一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警方了解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情况，那就是约瑟夫和贝斯不喜欢梅格的男友兰迪·阿普尔顿。因为父母的反对而引发的凶案并不少见，警方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向，他们需要找到兰迪谈谈。兰迪比梅格大2岁，他也是肯塔基大学的学生。兰迪告诉警方，案发当天他和梅格一起和朋友打牌。在谈话中，兰迪透露他对枪支很感兴趣，而且他拥有自己的手枪。他经常光顾一个靶场，警方在那个靶场收集到兰迪所留下的弹壳，这些弹壳和案发现场找到的弹壳都是9毫米子弹的弹壳。警方将这些弹壳送往犯罪实验室，2周后弹壳的分析结果出来了。靶场和犯罪现场的弹壳虽然同为9毫米，但并不是从杀害3人的那把枪中射出的，这样的结果令人失望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兰迪会不会使用另一把枪呢？现在兰迪的不在场证明变得更加重要了。之前梅格和兰迪互相为对方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但这不足以完全证明兰迪的清白，毕竟梅格本身也是嫌疑人。因此警方找到了梅格口中的2位朋友，威廉以及他的妻子雷吉娜。威廉非常合作，他告诉警方，当天晚上他们4人确实在一起打牌，直到天蒙蒙亮。雷吉娜的说辞也和威廉如出一辙，但他似乎不太愿意回答更多的问题。警方对2人有所怀疑，于是向威廉提出是否愿意接受测谎。威廉同意了。测谎的问题通常都很尖锐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威廉显得越来越不安。在进行到不到一半时，威廉反悔了，他自行取下测谎设备，并拒绝继续配合调查。而门口的雷吉娜对威廉言听计从，他跟着威廉一起离开了警局。威廉的反应让警方相信他可能知道的比想象的更多，但他的行为并不违法，警方也没有任何理由扣押他们。尽管警方认为兰迪和威廉很可疑，但苦于没有任何证据，此案的调查工作到这里便止步不前，渐渐地成为一桩冷案。这非常令人沮丧，凶手一定存在，但他们可能永远不需要付出代价。时间慢慢流逝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不会再有变数时，该案在9年后突然有了转变。2002年，肯塔基州警局决定对部分大案要案重启调查，阿戴尔县的3重谋杀案成为其中之一。当年参与调查此案的杰夫非常高兴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在他职业生涯内了结此案。他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怀疑对象梅格、兰迪、威廉以及雷吉娜，其中雷吉娜仅接受过简短的询问。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雷吉娜，如今的雷吉娜已和威廉离婚，他不再受到威廉的束缚。雷吉娜告诉警方，威廉在2000年时被判入狱12年，罪名是谋杀未遂。起因是雷吉娜的一个女性朋友无意间提到她恨她的丈夫，想要杀了她。威廉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替她效劳，为此只需支付给她2000美元。他收取了其中500美元作为定金，但计划还没有实施，那位朋友就后悔了，结果威廉因此被捕入狱。雷吉娜还准备告诉警方一些关于3重谋杀案的重要信息，但在此之前，他希望不被指控包庇罪作为交换。杰夫一口答应，因为在他看来，雷吉娜甚至不被认为构成犯罪。起初，杰夫以为他知道一些关于凶案的信息，没想到他拿出了那个保险箱，这完全超出了杰夫的想象。当杰夫问他是如何得到保险箱时，雷吉娜说，
是杀害约瑟夫、贝斯和丹尼斯的凶手留给他的，而那个凶手正是他的前夫威廉·米斯。杰夫没想到进展会如此之快，他看得出雷吉娜在说完这些后如释重负。确实，这样的事藏在心中多年，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煎熬。警方经过测量确认，雷吉娜拿出的那个保险箱和当年壁橱里的凹陷完全一致，这应该就是那个消失的保险箱。但保险箱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警方现在找到了嫌疑人。威廉·米斯1972年10月18日出生于佛罗里达，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。在他还不到1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简因为酗酒父亲的暴力而离家出走，而父亲又将他留在祖母家，然后失踪了。威廉12岁时，祖母去世，他的母亲带着他从佛罗里达搬到了列克星顿。巧合的是，他和埃里克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。他是从埃里克的口中得知约瑟夫抛弃了他，可能这也是他行凶的原因之一。在之后的15年里，他的母亲一直以姐姐的身份和他一起生活。威廉性格孤僻，不喜欢与人交流。他从肯塔基大学毕业后从事过许多工作，其中包括快餐店店员、草坪护理员和快递员。他与雷杰娜结婚，并育有3个孩子。警方对监狱里的威廉进行了审问。当警方问及9年前的3重谋杀案时，威廉坦率地承认了罪行，但他说整件事是另一个人策划的，他就是梅格，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威廉告诉警方，案发当晚在打完牌后，他和梅格一起驱车从列克星顿到梅格哥伦比亚的家。梅格给了他一把前门的钥匙，并告诉他主卧的橱柜里有一个保险箱，而他自己则坐在车上等待。威廉承认扣动扳机的确实是他，但他只是在执行梅格的计划，并且是在梅格的催促下完成的。威廉还说，这个计划是在案发前3个月就开始了。他们提前购买了一把高公版半自动布朗宁手枪以及500发子弹。梅格之所以想杀害家人，是因为父母反对他和兰德交往，他因此怀恨在心，并且他希望得到父母的遗产。梅格承诺在得到遗产后会分给他10%作为报酬，所以他很有动力。威廉在叙述案件经过时，就像是在开会，他无论是在行凶还是谈论时，都是那么的轻松。现在警方已经知道了事件的大致经过，但要指控梅格和威廉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。通常购买手枪需要填写 ATF 交易表，警方找到了表格，但他们所使用的是别人的身份。警方根据表格信息找到了当年那家名为体育无限的商店，以及当时的售货员帕特里克。帕特里克在看了梅格和威廉的照片后确认，他们曾购买过手枪和弹药。2003年3月1日，在凶案发生10年零3天后，梅格·维尔尼茨正式被警方逮捕。当警方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确实吓了一跳，但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悔意。他被指控3项共谋谋杀罪，以及共谋抢劫和入室盗窃罪。可悲的是，他的继父约瑟夫在遗嘱中留了给他50%的遗产，约为55万美元，并称他为生命中最大的爱。在等待起诉期间，梅格被关押在阿戴尔县立监狱，威廉被指控3项共谋谋杀、1级抢劫和1级入室盗窃罪。在肯塔基州，如果2人的罪名成立，将有可能被判处死刑。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赖特表示，将会寻求死刑。2005年1月31日，针对梅格的审判在阿戴尔法院进行。整个庭审过程中，梅格都面带微笑。最终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25年不得假释。2006年11月13日，针对威廉的审判在沃伦县法院进行。威廉的辩护律师试图以他的悲惨童年博取陪审团的同情，但最终陪审团一致裁定威廉的3项共谋谋杀以及其他所有被指控的罪名成立。最终，威廉·米斯被判处死刑。在法官宣布判决的那一刻，
威廉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，而在观众席上，他的母亲双手掩面，心痛地凝视着他的儿子。至今，威廉依然将他的母亲视为姐姐。2014年2月12日，在服刑8年后，梅格在西肯塔基监狱里自杀，当时39岁。而威廉今年已经51岁了，他是肯塔基州立监狱的第37名死囚犯，目前他仍被关押在肯塔基州立监狱，等待执行死刑。